们每天上学、放学走的都是同一条路，经过同一个街道，每天看到的画面啊，久而久之就变得好像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背景而已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其实，在我们觉得这么平常的地方，其实这个一点一滴就是在累积这座城市的记忆。大家好，我是曾庆良阿亮老师，欢迎大家加入城市记忆侦查队。今天的任务啊，不是要带大家去背历史课本，而是要带领大家一起成为记忆侦查员。我们要利用国家文化记忆库这个厉害的网站，把生活中看不见的文化素材的线索去找出来。而且呢，我们要把它用 AR、SR 的创作，让它呢用最有生命力的一个互动的内容，把它融入到其中。很多人啊，一听到文化素材，就可能会以为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又是很枯燥的一个课本内容，或者是5G 的一个介绍？其实啊，这个城市的记忆就藏在我们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哦。一位人物，一个活动，甚至一段你觉得很普通的一个上学的路线，可能都会承载着不同世代的生活经验。只要你对这个地方有感觉，它就会值得被带进记忆库里去查查看。在梳理素材以前，要先跟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CC授权的方式，这个会决定我们后续去找这样的素材是不是可以合法的使用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例如 CC by SA， 这个是说它可以改作再使用，但要标注作者，而且呢，作品必须用相同的方式来去做分享。CC by NC， 它是说可以用，也可以改，但不能作为商业的用途。这在学校的课程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授权方式。CC by ND， 它是说只能原封不动的转用，而不能修改它的内容。这个我们在后续创作 SR 的内容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去看授权标来源，不乱用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安心使用它的文化素材。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国家文化记忆库，你会发现啊，其实很多你以为只是日常的一部分，都已经被好好的记录下来。我们就以老师我现在任教的永春高中所在的信义区旁的松山区，来作为素材搜寻的示范案例。我们从人物开始，从记忆库里可以找到永春高中相关的重要人物，像是吴武雄校长的照片。但因为这张照片大家仔细看哦，它的标示授权是仅供浏览，所以我们要再放大范围去找找看，松山信义区还有没有哪些知名人物是存在这个记忆库的网站里。像是松山区的著名妇运人士郑理竹女士，她长期投入妇女福利运动的争取，而且积极推动国民教育，对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。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哦。
大家也可以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或者学校名称来找找看，有没有哪些你知道的人物是存在记忆库里面。除了人物啊，我们还可以搜寻景点，马上就可以发现这个著名的叫做四四南村。现在四四南村啊，是假日逛市集、喝咖啡的一个好地方。这个在记忆库里面，它就记录了这里当初四四兵工厂兵工自建的联动式平房，它提供了无军人身份的技工居住在这里的历史的一个回忆。还有就是松山的这个慈幼宫的绕境，哇，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热闹，对不对？其实它背后也藏着地方的信仰和社区之间长时间关系的一个连结。说到松山区，其实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跟生活连结的就是劳合夜市了。这个劳合夜市啊，大家可能在日常美食啊，可能会常去逛夜市吧。所以这个在记忆库里，同时也代表这座城市它夜生活重要的文化记忆。我们完成了一连串的侦查活动以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的5步的侦查的一个心法。首先，你要聚焦想要侦查的这个地区，接着用地名、关键字来去搜寻。接着，我们就记得哦，一定要筛选出全线可用的素材。第4步，我们要记录下这些线索背后的故事。最后啊，我们要发挥想象力，去思考这些素材在 XR 的世界里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、一个关卡，还是有一段对话。今天的影片只是开场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们出动喽！请进入国家文化记忆库网站，以你的学校或家乡为主题，去找出这5张记忆拼图。下一支影片啊，我们会把这一些城市的记忆转化成可互动、可体验的 AR 文化内容。城市侦查员，我们下集见。